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个各位敲碗已久的一个鹦鹉品种。这个鹦鹉它的外表呢，拥有一个非常鲜艳而且七彩的羽毛，而它的饮食呢，也是属于很特殊的一种鹦鹉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鹦鹉啊，叫做澳洲彩虹西密鹦鹉，也有人会称它们为彩虹鹦鹉，或者是绿颈西密鹦鹉。而这种鹦鹉呢，它们的外表颜色非常的鲜艳，而且它们的亚种高达21种哦。它们的体长差不多25公分到30公分左右，而且是属于寿命蛮长的一种鹦鹉。它们的平均寿命呢，都可以来到30岁左右。它们主要分布的地区位于印度尼西亚、东帝汶以及澳大利亚的东部以及北部等地方。除此之外，从20世纪开始啊，在香港以及华南等地区就开始发现有西密鹦鹉繁殖的踪迹了。西密鹦鹉呢，它其实是一个很概括的说法，泛指50几种以上食用花蜜这些种类的鹦鹉，而它们的羽毛颜色呢，大多是属于鲜艳的颜色。在1990年代，有一些非法居住在奥克兰北部的人，在这个地区呢，释放了非常多圈养的鸟类，而且因为这种鹦鹉在那边比较没有天敌，而且相当适应当地的环境，在纽西兰一带的野外就开始自然的繁殖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澳洲彩虹西密鹦鹉的族群。但是啊，就开始有人担心这些澳洲彩虹西密鹦鹉会不会影响了当地的鸟类呢？而当地的西密鸟类族群因为跟他们抢一样的食物，会不会因为这些外来种而受到影响呢？所以从西元2000年开始就开始消灭野外的野生族群。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外来种在野外大量的繁殖。很多的果园都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害的生物，因为它们的习惯呢是会成群成队的飞行。在农业的地带，一些新鲜的水果或者是树木的树皮都会受到澳洲彩虹西密鹦鹉的影响。而在城市的地区，这种鹦鹉的叫声也十分的响亮，造成了非常大的噪音，进而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不过啊，澳洲彩虹西密鹦鹉它是一种非常讨人喜欢的宠物鸟哦。它们相当的聪明而且机警，经过训练，它们也会一些简单的小把戏。再来啊，它们的语言能力也相当的不错哦。而且这种宠物鸟，它们对主人相当的忠诚，对主人相当的温柔。有一些彩虹西密鹦鹉有可能一辈子只会认一个人当做主人哦。在野生的状态之下，它们主要分布在低海拔的森林地带，成群成队，而且快速的飞行。无论是从原始的森林，甚至到沼泽、人类居住的地带，还有一些公园旁边的小绿地，它们啊适应能力非常强，都有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它们成群成队的飞行，因此它们相当积极的保护它们的觅食环境，以及在它们的筑巢区域附近都有相当大的攻击性。不仅呢会对抗它们自己族群以外的澳洲彩虹西密鹦鹉，也会攻击其他的小型鸟类。而不仅如此，它们有可能会追逐甚至攻击黑背中雀像这样子的大鸟。在开头的时候有讲到，它们的食物非常特别，主要是花蜜、花粉，而它们偶尔也会吃一些植物的种子、嫩叶，甚至昆虫等等。因为它们的消化道跟其他的鹦鹉比较不一样，它们的鸟喙呢也比一般鹦鹉来得长。更特别的是，它们的舌头上面会有像刷子一样的毛，我们称之它为刷状舌。这个构造是为了方便它们取用花蜜。而因为彩虹西密鹦鹉它们的食物啊是由花蜜组成的，我们在人工饲养之下，一定要记得时常清洗并且更换它们的食物以及盆具，在喂食的2个小时之内把它们的食物清除掉，以防止细菌的滋生。在美拉尼西亚地带，椰子是澳洲彩虹西密鹦鹉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哦。而且这个动物啊也是很多植物重要的授粉媒介，它们偶尔也会吃一些食用榕树，还有一些被打开的木瓜、芒果等等。在农作物地带，它们有可能会去吃一些苹果啦、玉米啊、高粱等等的农作物。而在国外，很多人会喜欢放喂鸟器在自家的庭园、后院里面。澳洲彩虹西密鹦鹉也是一个时常光顾的鸟种哦。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可伦宾野生保护区这个地方，也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澳洲彩虹西密鹦鹉而闻名。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左右，它们就会聚集在一起，而且在公园形成一个非常壮大的族群。他们会鼓励游客使用特制的花蜜，而当游客把这些花蜜食物放到他们的眼前，他们就会成群的飞到人类的身上觅食。这也是一个相当特别而且有趣的景象哦。整体来说，澳洲彩虹西密鹦鹉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物种。根据澳大利亚的鸟类生命调查，它还是澳大利亚最常见的鸟种哦。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有一些局部的亚种，它们的族群状况比较不稳定，而且也因为鹦鹉的非法贸易而受到威胁。西密鹦鹉它们的身体构造很特别哦，它们的体内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消化酵素，它们呢用来分解这些比较特殊的食物。但是西密鹦鹉它们并没有需要去饮食一些谷物的饲料，所以呢它们的沙囊在处理比较坚硬食物的能力就比其他的鹦鹉弱很多。也因为它们的身体机能相当的独特，如果你的喂食不良，很有可能会造成西密鹦鹉它们的消化道受到影响，进而病变甚至死亡。而且它们的个性喜欢啃咬，喜欢飞行，尽量呢选择金属笼来饲养，长度最好超过80公分，而宽度呢最好超过40公分，高度呢最好高过50公分。它们是属于非常活泼活跃的鸟类。所以呢，他们需要透过大量的运动来保持他们身体的健康。每天最好有3到4个小时可以带西密鹦鹉出来笼外运动的时间，因为他们喜欢玩耍，所以你也需要准备比较充足的玩具。在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多喂食一些水果。它们在外表是比较难分辨公母的，而西密鹦鹉的公鸟呢，大约会在18到20个月达到它们的性成熟期，而母鸟至少都要超过2年以上。在野外，它们会筑巢在高处的空心树干当中。每年的12月左右是它们的繁殖期，而每一窝蛋差不多会产2到3颗。它们的孵化期大约为25天。在孵化的这个期间西密鹦鹉它们的性情呢会变得比较焦躁不安，所以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它们变得比较喜欢在笼子跳来跳去呈现比较紧张的状态、戒备的状态。以人工繁殖的西密鹦鹉来说，它们只要开始繁殖之后，繁殖的能力是相当不错的哦。这样稳定的繁殖状态尽量不要让它们持续的繁殖，因为当它们处在长期的繁殖状态，它们往后对于幼鸟甚至青鸟的身体状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养西密鹦鹉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在于温度，平时也要多多帮鹦鹉的鸟笼消毒。在冬季的时候，一定要相当注意保暖的工作，因为西密鹦鹉它们非常的怕冷。它们不能生存在16度以下的环境当中，它们如今分布在地球上的区域也都是属于比较温暖的地带。如果你是养在室内的话，最好都保持在20度到30度左右，而且你们最好帮它准备一个温度计放在旁边，随时知道它们现在的温度状况。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它们饮食当中的热量增加，而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给它们一些清水，让它们玩玩水、洗洗澡。为什么我们说温度对西密鹦鹉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只要低于10度C 以下，西密鹦鹉很有可能就会瞬间的暴毙，而幼鸟最好到1岁以上再洗澡会比较好，可以挑30天到40天左右的幼鸟，在饲养上面会比较好上手。而再来讨论一个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买了一只成年的鹦鹉回家，甚至说呢这只鹦鹉它们完全没有办法跟人类接触，那这样子的鹦鹉有办法教得乖吗？而想要驯服它们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要把它们驯服，让它们变乖不怕人，绝对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需要你强大的耐心以及时间的陪伴。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你在给它们食物的时候，尽量不要放一大盆一大碗，在那边让他们整天吃到饱。你在他旁边的时候呢，你可以丢一些食物给他，甚至呢你拿你的食物递给他吃，这样子的互动模式有办法增加宠物鸟以及人类的互动时间。像是西密鹦鹉，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些苹果用手喂它们，而且呢你平常的动作也不要太大，不要惊吓到它们，让他们对你呢有足够的安全感，尽量也不要从上面去摸它，让它有你想要抓它的感觉，这样都会造成他们的心理极大的恐惧。而养西密鹦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排泄物并不像一般的鹦鹉一样是呈现块状成型的，因为它们吃的是粉状的饲料，而且它们摄取水分的量比较大，所以呢它们的粪便是呈现水状液态的，而且有时候味道也比较重，所以有些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这样子的粪便，在清洗上面会觉得比较麻烦。再来他们的粪便以喷射的方式排出，很有可能会污染到鸟笼以及鸟笼以外的地区。所以虽然西密鹦鹉它们的外表非常漂亮，非常吸引人，但是在饲养之前一定要思考的相当的周全，包括它们的粪便问题，以及非常强大的叫声。实际到实体的鸟店去看一下西密鹦鹉，了解它们的状况以及饲养需要注意的事情，审慎的评估之后再饲养，对你还有鹦鹉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哦。最后，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动物宠物，对猫咪陆龟甚至鹦鹉日常感到兴趣的话，也欢迎各位追踪我的个人 IG， 平时记录着影片创作者以及动物们的日常。最后，要是我们的频道有幸突破1万订阅的话，我们 Q&A 活动问题的募集也会在我个人 IG 来进行哦。
如果呢你是需要更多鹦鹉的专业知识的话，欢迎追踪鹦鹉小木屋的官方账号，以及鹦鹉小木屋的脸书粉丝团，会有更完整的饲养大全懒人包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